在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大家，有没有被蛇追着跑的经历呢？我相信大部分朋友都对蛇有恐惧感，当然不包括一些喜欢蛇、养蛇的。那么为什么我们会怕蛇呢？是天生的，还是后天环境导致的刻板印象？这个问题留给大家。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，站在蛇的角度上，他们对于我们有什么感觉呢？事实上是，蛇对人类的恐惧并不亚于人怕蛇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在我们看到蛇的时候，为啥老是会觉得它们要攻击我们呢？而至于蛇，它也在想我们会不会主动攻击它。这么一顿你来我往的，到最后反倒是我们先怂了。所以人与蛇到底能否和谐相处呢？我们都知道蛇属于冷血动物，它们的外表冰冷，又偏爱阴暗潮湿的地方。在一些树木茂盛、草木丛生的地方，总会有警示牌提醒我们游玩的时候要格外小心，这类地方容易有蛇出没。可实际上，如果人类不招惹它们，绝大多数蛇都不会主动攻击人。古人行走在乡间小道时，手里总会拿着一根木棍，边敲击丛林边往前走，这样可以把蛇吓跑，这就是所谓的打草惊蛇了吧？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蛇好像是没有长耳朵的？那它们是如何感知到危险的呢？其实蛇的听觉器官是藏在下颚附近，在这样的耳朵结构下，它们只能听到很窄的频率范围，所以蛇一般都是贴着地面行走，并且通过地上传来的震动声来识别危险。那既然蛇那么怕人，为何还会有攻击人的情况呢？其实，在蛇的眼里，人类就像是巨人般的存在，大部分蛇看到人都会落荒而逃。如果你一动不动的，可能蛇对你也是毫不理睬，自顾自的走了。但当它们感到生命受到威胁时，不管是人类是否真的触碰到了它们的身体，蛇也会发动攻击。就比如人在无意间踩到了躲在草丛里面的蛇，它可能立马就会在你脚上来上一口。特别像剧毒的眼镜王蛇之类的，当人类无意间进入到了它们的领地，尤其是繁殖期，眼镜王蛇就会主动追人，直到赶出它们的地盘。这么看来的话，我们是不是误会蛇了？人家好像没有想象当中的这么可怕。况且蛇的毒液对它们自身来说也是相当珍贵的，非必要时它们也不会轻易用出杀手锏。所以说，人与蛇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你不犯我，我不犯你，彼此和谐相处。但事实上这有点难以做到。一方面，蛇作为伏击选手，会利用自身体色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，如果人类不多个心眼，不小心就会招惹到它们。换句话说，当你发现蛇正在虎视眈眈地看着你时，也许你已经在无意间冒犯到它们了。这种冒犯不一定是碰到它们，而是让它们感到了危机感。如果运气不好遇到的蛇有剧毒的话，被咬等死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。另一方面，有部分人会为了一己私利，大量捕杀蛇类，破坏生态。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，人类与蛇真的很难成为朋友。但不能相处并不代表不和平。对此，曾经有一个印度人就做了一个实验，他与72条毒蛇同住在一个封闭的玻璃房当中，度过了3天3夜。许多人都断定他是在作死，可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。尼拉姆凯尔来自印度，是一名狂热的爬行动物爱好者。作为蛇之国，印度拥有历史悠久的蛇文化，古老又神秘。所以在20岁出头的年纪，尼拉姆就彻底爱上了蛇。为了靠近大自然，他还特地在孟买附近的一家5星级酒店找了一份工作。在那里，蛇经常会突然出没，吓到客人。而尼拉姆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客人排忧解难。他太爱这份工作了，几乎每天都能抓到蛇，然后将它们放生。可是尼拉姆很无奈的是，其他同事见到蛇都会毫不犹豫地避开，或者把它们都杀掉，就他显得格格不入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蛇是非常美丽的生物，神秘且富有灵性。最重要的是，大部分蛇都是无害的，如果害怕的话，只需要赶走它们就行了，没有必要进行捕杀。曾经有一次，尼拉姆徒手将一条毒蛇送去研究所，好心的研究人员提醒他，下次不要再用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携带毒蛇了，因为风险实在太大了。然而，尼拉姆并没有和大多数人一样把研究人员的话引以为戒，他反倒是觉得自己与蛇冥冥之中特别有缘分，不然自己怎么一直都没事呢？就这样，尼拉姆对蛇的痴迷有增无减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他抓捕过至少25000条蛇，被咬伤的次数高达6000次。然而，尼拉姆却对自己的数据很骄傲，他暗下决心，未来一定要建成一个真正的蛇园。为了早日实现这一目标，他决定先在自家后院建立一个小型蛇园练练手。如果一切顺利的话，未来便会扩大规模。与此同时，尼拉姆听说南非有个名叫彼得的男人，他与20多条毒蛇在一起待了50个小时，创下了世界纪录。尼拉姆惊讶之余，更多的是不服气，毕竟印度才是世界闻名的蛇之国。
在这一方面怎么能被其他国家超越呢？因此，尼拉姆扬言要亲自刷新世界纪录。然而，这一决定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，甚至出动了警察，喝令他暂停这一疯狂的计划。不过，也有不少人愿意资助他。既然要破纪录，那就意味着尼拉姆要挑战的毒蛇数量或者相处的时间必须超越彼得。这么看来的话，无论是哪一点，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可让人震惊的是，尼拉姆竟然找到了72条蛇，其中包括了27条孟加拉眼镜蛇、24条罗素毒蛇、9条印度眼镜蛇和8条带状金环蛇。注意，这些都是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名号的致命毒蛇，只有4条是普通蛇，应该是用来凑数的。与这么多毒蛇共处一室，假如尼拉姆不幸被咬，就算他命大，侥幸能够留条性命，身体也会留下严重的神经创伤。尼拉姆当然清楚这些利害关系，但他自信满满，势必要完成这一壮举。终于在1980年1月20日，28岁的尼拉姆把自己和72条毒蛇关在同一间玻璃房里，挑战正式开始。此时房间外面的观众看的是胆战心惊，而他本人似乎很享受这一切。每当他坐在椅子上休息的时候，毒蛇也会慢悠悠地爬上来，尼拉姆总是不厌其烦地把它们放回地面。就这样，他们平安无事地相处了3天3夜，整整72个小时。据说在挑战开始之前，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工作人员曾经给尼拉姆写过信，明确指出，就算他每天在玻璃围栏外待上半个小时，那也算是一项新的世界纪录。但尼拉姆认为难度太低，果断拒绝了这个提议。真不愧是开挂的民族，尼拉姆一下子就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。面对他的成功，有一部分人强烈批评这种作死行为，认为他不过是为了夺眼球。但是深入了解之后，人们才知道，原来尼拉姆看似疯狂，背后的真实目的令人动容。因为他只想向世人证明，蛇是一种温顺的动物，它并不像外表那么的可怕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自己得出了一条结论：蛇只会在被激怒的时候对人类发起攻击，所以不要再随意伤害它们了。事实证明，尼拉姆的目的达到了。他用最疯狂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，因为他早就看透，无论怎么用科学道理解释，都没有眼见为实更容易让人信服。经过了这3天3夜的近距离接触，尼拉姆对于蛇的迷恋更上一层楼。他准备建立一个印度爬虫协会。6年后，也就是1986年，尼拉姆在市政帮助下建立了蛇园，后来又改名为拉吉夫甘地动物园。而这一切的最终目的，就是为了进一步提高公众对于蛇的认知，保护动物。看到这里，想必大家也心中有数，蛇并非最友善的动物，但一般情况下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类的。如果有朝一日真的遇到蛇了，该怎么办呢？首先不要慌，当然是先发一个朋友圈，开个玩笑。如果真的遇到蛇，也不要急着跑，要保持冷静，然后慢慢后退，拉开距离。如果这个时候蛇跑了，那就安全了。如果它还是看着你，你也不要害怕。如果身边有火源，就点个烟，没有的话可以寻找树枝类的物体进行驱赶，当然动作一定要缓慢。如果你一不小心动作大了点，就会让蛇感到威胁，那个时候就真的很难说了。那如果以上方式都失败了，你不幸被蛇咬伤了该怎么办呢？无毒蛇的话问题不大，只需要冲洗伤口，消毒止血后去医院打个破伤风针。如果被毒蛇咬了的话，切勿模仿电视剧里面的桥段，直接用嘴吸蛇毒，因为一旦中毒，吸的人也是相当的危险的。相反，被咬后千万不要乱跑乱动，这样反而会加快毒素的扩张。应该用干净的绷带或者布条，在伤口附近5厘米的地方紧紧的包扎止血，反复冲洗伤口。不过这些都是前期简单的处理，最根本的还是要前往医院注射抗蛇毒血清。当然，如果你无法分辨有毒无毒的话，那就直接报警打救护车吧。每当气温回暖，这是群蛇频繁出没的日子，再加上现在有许多小伙伴都喜欢去户外露营，所以在山林、草丛等地方进行行走时，要特别留意脚下，切勿与蛇来个亲密接触。如果碰巧遇到了，大家也不要头铁去斗蛇玩蛇，甚至逞英雄徒手抓蛇，小心惹急了它，直接给你来上一口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这点在蛇身上非常的适用。当然，爱护动物从来都不是嘴上说说而已。就像刚才讲到的尼拉姆，他把爱好做到了极致，自己成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爬虫动物学家。在60岁的时候，尼拉姆还跑去农村建立了一所学校，为的就是培养当地孩子们保护动物、尊重大自然的意识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有机会让你与蛇同居，你们能坚持多久呢？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